死了！哎，这一觉睡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贼，白头贼。我是少白头，但不是贼。不是贼，不是贼，为何在我家里？我这是个寄居狼。什么狼？寄居狼，就是趁人不在家，潜入其宅中过活，有时白日潜入，有时晚上潜入。哦，但绝不偷盗，且会在主人回家之前就离开。只是今日你回来早了，所以才撞到。你还知我几时回家？当然，我们寄居狼可是会把主人回宅的时间算好。你丈夫姓孟，这个月每晚都在公谢夜值，而娘子你，每日傍晚酉正时分出门，亥初时分回家。哎，只是今日才虚正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真不是贼，不信你搜我身上，绝无你家东西。报上名来。我家阿将。其实长安有很多我这种人。什么人？私闯民宅就是贼，我报官抓你。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，但就是别报官，这牢里可没别人家舒服。你好像真的不是贼，若是贼，我说了报官，你必心生歹念。是啊，虽不是贼，但也犯了罪。今日先任司法参军刚来青龙坊，专门听了我弹琵琶。我若向他去报案，他必重重的罚你。娘子开恩啊！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。不报官也可以，但你得为我做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我不能做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很为难，但你也是有好处的。伸出手来。银挺。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你叫我杀谁？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订金带了吗？当然。听说老猫在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上很有手段，你帮我查个女人，我怀疑她行为不端。你家娘子在外边有相好的了？当然不是我家娘子，是我一个相好的。我现在怀疑她有了别的相好的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有啊，她现在总不搭理我。昨天不是下冰雹吗？我怕她被砸着，特地给她送伞去，她也不让我和她亲热，还说什么家里有郎君呀。可之前她早已向我表达了爱意，却至今不让我得手。这定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拿她自家的郎君做幌子呢。我心里不服气呀，我对她可是掏心掏肺的爱呀，她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呢？那你是想……我现在就知道他那个新相好的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想知道这些，有何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啊！我要知道究竟是谁从我手里抢走了美人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复杂。我懂你的意思。你查清楚之后，我再加你2块银挺。不过，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啊。哎，我做事如果没有口碑，那你还会通过掮客找到我？那倒也是啊。行了，说吧，
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要。好名字啊！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就在那个青石巷最里头那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孟不疑，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孟不疑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同窗严之俊。哦，对不起，严城。哎，什么严城？难道我还要叫你孟令使不成？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干嘛不直接叫我名字？军宪兄，一向可好？嗨，我很好。最近怎么没到我药园来喝茶？上次吃了我给你开的草药，睡眠好些了没有？静好，入睡容易多了。我改日再请你喝酒啊。哎呦，你这句改日请我喝酒有些年头了吧？从我们一起读书时你就说，只是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真的等到你请。走吧。啊，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何人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我是青龙坊的方正，大伙儿都叫我光叔。今日午时，我来找孟令使要衣服。要衣服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最近天子开辟朝堂新气象，卢参军您不也是推行新政，入方理案吗？故而我呀突发奇想，在青龙坊推行一项新举措，让大伙儿把平日里不穿的衣服都捐出来，救济穷苦人。可这孟令使及时抠门，一直不捐。今日我特地来催他，我在院子里嚷了几嗓子，没人答应。又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怕是遭了贼，我就进来了。可结果，孟令使叫什么？孟不疑。此人可是孟不疑？不是，他叫张三，是本方卖羊汤的，早些年也曾发达过，可是后来又落魄了。其实他就是个无赖，且为人极狡诈，往往做了恶事，不让公谢拿到把柄，总是逍遥法外。总之非良善。可此人怎么会死在孟不疑家里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闻孟令使最近都在公谢夜值，可发现尸首都好久了，却一直也不见孟家娘子红药的踪影啊。红药，就是入方理案时弹琵琶那个女子。死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梗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孟令使，怎么了？孟令使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！孟令使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！站住！这，光叔，我家红药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。
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使每日夜值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4初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公谢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，鬼市所受扬州6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售啊？孟令使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啊，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，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孟令使不认识此人？就是方中卖羊汤的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卖羊汤呢？我就想知道我家娘子在哪儿。他会不会回娘家了？不可能，他都不是长安人，他也没什么娘家人。孟令使和娘子是如何认识的？他在歌楼弹琵琶，我俩认识的。后来我考上进士，又进了公谢，就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俩就成亲了。孟令使经常夜值，写志怪笔记费了不少脑子，不会累白了头发吧？我这头发好着呢，你看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那你娘子红药呢？我前几日到青龙坊见过她，不过没有看清楚。他就更不可能了，他那么年轻，那一头秀发，乌黑柔顺啊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例行勘察时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谁的白发竟会掉在我家床榻之上？谁说孟家死人死的非得是孟令使和红药？没准进贼了呢。出来了。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你认识孟家娘子？我不认识，只是纯粹的好奇。无可奉告。刚才有个年轻人，却是满头白发，可有印象？记得，还多嘴来着。找到他，带回公谢。明白。大唐长安鬼市第一刺客虎神童，你既然是这个店的老板，想必就是姓钱名郑吧？哎啊，正是。如何？既然是钱郑，那就拿命来！你真是刺客！谁雇你来的？这是我行规矩，我不能说。哎呀，小你是什么人？应该我问你吧，你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凶！
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啊，他为什么杀你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杀人家？为什么？我不能说，规矩我懂。嘿，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？给他捆了！捆！谁敢？你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女侠去哪儿啊？快点，我还得做生意呢。啊，那就先别捆了。啊？你这刺客还起得来吗？起得来就接着杀人。女侠，我跟你去便是，但是去哪儿啊？雍州府。啊？孟不疑，你许久没来我这药园喝茶了，可是有事？卖羊汤的张三竟横死在我家中，你说他是不是和红药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红药不会是背着我和那张三？他就是个无赖呀！哎呀，红药要找个相好的，那是不是也该挑一挑啊？你这么怀疑红药不好吧？哎呀，是，这不该当着你的面说呀。毕竟你和他当初那才是郎才女貌、双宿双飞啊。你看你这酸溜溜的。哎，你当初为什么？哎，什么为什么？就是你当初得到任命后，连夜就走了，你为何不带走红药？那时年轻，担心沉迷于色，影响仕途。现在倒是有些后悔。想来当年，红药一定很伤心吧？你后悔了，难怪你进京任职后，这红药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俩不会是背着我破镜重圆了吧？孟不疑，我看你不是来喝茶的，你是怀疑我来套我话的吧？那倒不是，只是红药突然失踪了，我就想知道，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？我怎么会窝藏别人家的娘子？更何况你我是同窗，你拿我严君县当什么人了？好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是我不好。你何止是不好，你简直就是有病！是，我有病，我就是入睡困难，我吃了你的草药，我好多了。哎呀，孟不疑啊，孟不疑，难怪红药觉得嫁给你委屈。他怎么说的？怪你骗他，你那令史只能算是个吏，根本不是个官，你为何不跟红药说清楚？那他怎么知道的？只能包得住火吗？你就是固执。中进士以后，等待吏部全选考试，谁不给主考官送礼啊？就显得你清高了。结果人主考官说，你申言书判中的言一项不符合言辞明辨的要求，就给个吏治对付你。是，不过还有机会。陛下登基后，整顿吏部了。你也太幼稚了吧！你现在的路径，要么攀附一个大官，最好直接攀附公主给你推荐；要么你就去参加相应的考试，但这一回一定要给主考官送礼，才能由吏转为官。不然，你就当一辈子吏，永远别指望红药看得起你。红药真不在你这儿？不在。孟不疑带到。过的就是他。好啊，说，你为什么让这个什么通的刺杀我？我杀的就是你！你勾引我娘子红药，我不该杀你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和红药的事啊？钱正，你不是请过宅门探子查红药吗？是啊。叫什么？老猫对吧？老猫。你再仔细
看看他的这张脸。远点！过来！你就是老猫？是我，你可有证据？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是你呀！那个宅门密探是你假扮的！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雇了你去探查红药？现在知道倒霉了。你勾引我妻红药的时候呢，你活该倒霉，你该死。你娘子呢？现在对我也是红药出，红药出墙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闭嘴吧你！啊！你打我！你不反思你自己，你打我！你是娶了红药，但是你关心过她没有？你连长安城都没有带她去逛过。她梦不义，还不给红药钱花。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还打我！楚神通，你不是号称鬼师第一刺客吗？你收了我的定金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我再说全一点，我虎神通那是长安鬼师第一便宜的刺客，便宜没好货，你用我，算你倒霉。倒霉呀！好了，把他们俩押下去。啊！不是，你打我怎么算呀？走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打？孟令使所言不虚，这1个月都是他业职。这3天，我就一直在给他讲蛇妖的故事。这故事中啊，有一条青蛇，一条白蛇，还有一条紫蛇。我这故事可好听了，孟令使夸，说我令他收获不少。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。哎，不用讲的那么具体，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我会慢慢看。哎，老人家啊，您上了岁数，还能陪孟令使通宵夜职，中间没打盹儿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精神头好得很。夜职怎么可能打瞌睡啊？我倒是好奇了，3条蛇的故事能讲上3夜？哎呀，姑娘，我这故事好听得很，来，我给你讲讲。哎，改日吧，公务在身。就讲蛇妖的故事，没干点别的？哦，对了，孟令使还开了一坛好酒给老朽喝呢。你不会是酒喝多了睡着了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论酒量，长安城内无敌手。神气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谁知道？哎呀，严城啊，对这个仆人真是太好喽，吃喝都和自己一样，也不见指使他干活，养得跟个大爷似的，成天就在那里晒太阳、嚼薄荷叶。我还看到过严城亲自给明石洗薄荷叶呢。我要有这样的主人，我也愿意当仆人。谁说不是？红药，红药，红药！主人，红药失踪，是您所为。真离不开那个女人啊！你忘了7年前是我不让你跟她天天腻在一起，按着你的脑袋临阵苦读才考中了进士，否则现在还是岭南山里的一坨牛屎。就算我娶了红药，也不会影响我是您的仕途之路。闭嘴！想什么女人？你现在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天麻，这是当今天子最大的喜好，而你已经足够幸运了。一个8品官，准你穿飞袍，被视同5品，比你上头的太医令还要高。这些
都是我运筹帷幄的结果。你不对我感激涕零，还来质问我？主人，求您了，红药不会耽误我仕途的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争取当上太常寺卿。那怎么行？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给我染指宰相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没资格考取功名的药材商人，就可以做长安的幕后之王了。好，您当幕后之王，可您告诉我红药在哪儿？一定是孟母一览，您怕露馅儿，让他换地方住了吧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忘了红药，好好当你的官儿，别枉费了我的良苦用心。明石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严君县也是有脾气的。还敢对我使脾气？还严君县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本名？水姬，干什么呢？连长，这厮敢对您不恭，我们替您教训他。大大，是这个。好了，别打了。别仗着自己是家奴，就敢对我们严城无礼！哼，身为仆人，忘了本分，随时教训你！哼，你们去忙吧。擦了擦了。连长，走走。主人，我刚才无法阻止，否则他们……你可不住嘴！主人息怒，最近总想起在岭南的日子，您叫我读书，准备考取功名之前，虽只是您的家奴，但那个时候，真是无忧无虑。哼！你以为我喜欢这傲慢的北方？连新鲜荔枝都吃不到。要不，我们回去吧，像西晋的张翰那样，秋风起，便有纯炉之思。你可以啊，还知道纯炉之思？接下来你想说，让我允许你娶红药为妻，然后生孩子，尽享天伦之乐？你想得美！喝茶就不必了，我来是想请严城看一幅画。画？这谁画的我呀？是我画的。可我与姑娘素未谋面啊。是没有见过严城，但是有人见过。我是根据那人的描绘所画。谁？至于那人的名姓，我倒不方便透露。不过卢参军自是知道的。此事涉及一桩命案，还请严城配合，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如果在这儿严城有所顾忌，可随我回雍州府。只是在此之前，需你的人配合我的人，将药园及严城的住所仔细搜查一遍。见过严城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何人击鼓？卢参军。老飞，快过来看，这是蛇鳞。蛇鳞，那张三应是先被蛇绕了脖梗，之后才被剪刀捅刺，还是紫色的。
恩师狄公传我验尸之术时，曾专门教我辨别天下毛羽、裸鳞介等各种动物。不过，到底有没有紫色的蛇，我这一时还真有点含糊。红药出身琵琶女，久在歌楼，那性子朗然，爱热闹；而我则是个漠然之人，故她嫁我没2年，我们就开始拌嘴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写志怪杂书之类的，神神鬼鬼的，更是少了人间情趣，所以我俩之间的磕绊就更深了。红药是幽州人，她来到长安后，直接进了平康坊，对京师其实很陌生。她曾叫我带她逛逛长安，但我怕花钱，就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脱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不该。哼，你太不该了。有一阵子，我俩一吵架，他就去坊间的小广场给跳舞的人们弹琵琶伴奏，时间长了变成了习惯。对此，我很是担心。虽然跳舞的以女子居多，但围观的多是男子啊，所以我经常梦到他，故而心神不宁，都睡不着觉。哼，你是因为怀疑红药才睡眠不好，早知道我才不给你开什么方子。哎，知道事情原委，禁止互相诋毁。那我怀疑的有错吗？他回到长安后，经常假借拜访同窗之名来我家，那就是为了红药。红药能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是因为你一直隐瞒官与吏的区别，以致红药非常生气。回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回你的怀抱啊！我说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只是打个比方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直到昨夜我去他家，也是因为红药求我，让我为他这个不争气的男人想想门路，帮他从吏变成官。谁信啊？就你说的这，你有必要脱鞋上床吗？你是我跟红药互诉衷肠，情不能已。我是脱了靴子，上了床。红药，我们离开长安吧，远走高飞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你不做官了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这孟不疑不是叶直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哎，快，进，快！原来你就躲在床底下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救出来。进门的不是你，啊？是青龙坊卖羊汤的张三。我是听红药叫他张三来着。当时我在床底下，发现自己的靴子没操好。啊！怎么是你？怎么没想到？还遇了别的相好啊？张三，你个臭无赖，你给我出去！啊、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我做什么呀？你再过来，我喊人了！你喊呀！我可有年头没听你喊。想当年我张三有钱的时候，也包过你这平康坊的花魁呀。我已嫁作人妇，不再是从前。你若还不走，我报官抓你！报官抓我？啊？你别以为我想占你便宜，说正事，银子在哪儿？我男人就是户部小吏，哪有什么银子啊？你知道我不好糊弄，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就是我掐死你！你男人不是在攻陷叶直吗？我如花似玉的，男人自然不放心，每晚定时回来看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可！我男人是户部令史，你若杀了他，你人头也不保，就没法再逍遥法外了。我躲起来。不可！这里，进去。别多嘴，否则我把你们俩都宰了。之后进来的才是你。待孟不疑走后，我就听见那柜子里
叮叮当当的响，还有张三一直在低声嚎叫着，非常恐怖，以致我也很害怕。叶老，快出来！先。快走吧！果然，严郡县他招供了，就是他把红药拐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家娘子藏哪儿了？你还我娘子！孟不疑，我没拐走红药。昨夜，他送我到青龙坊的小广场，让我先走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红药？没有，我严郡县可是朝廷正官，这么丢人的事儿我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去高一点。这是蛇林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林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它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匪，救我！此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安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宿命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宿命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，一、二、三，不会呀。三下必行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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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。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梗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这晚上吃多了，走吧走吧，也没什么好赚的。
是你吗，主人？红药，红药是你吗？你藏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红药！红药，莫不疑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燕君贤，你拐走了红药，你还不承认？红药现在何处？你快把她还给我！你可真无聊！你刚才还在喊她的名字，你就算红药来过又怎样？她走了，自己走的。你把她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你疯了吧你！你私入药园，这可是给天子种天麻的地方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连小吏都做不成。你还我！还我！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身边那个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还找不到红药，万一他把红药害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招惹那女子的结果，把她背到天麻地里埋了，那里有个挖好的现成的坑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水鸡，是要将我为你谋划的前程毁于一旦吗？快点！小心点啊！何人？孟不疑，为何二次击国？我知道红药的下落了，你们快去救！